嗨，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面具人。咱们今天来说一点比较有内涵的话题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很简单，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来给大家传达一些好消息啊。那在节目的第2个部分呢，咱们主要就来讲讲币圈已经悄然开始的新革命。我们如何才能乘上这座通往金山的列车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具人想要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啊，就是我这几天不是搞了一个转发我的节目就送 Axie 宠物蛋的活动吗？有些热心观众呢，确实转发了面具人的节目，也截图发到面具人的邮箱了。可是呢，也有些观众朋友们害怕自己无法得到蛋蛋作为转发的奖励，是不是 ？OK， 你们的声音，面具人我听到了。这样吧。我每个月都送1颗蛋作为大家转发的奖励，怎么样？好不好？爽不爽？这样的话，中奖率就高了，人人都有机会，对不对？只要大家积极的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到更多的人，防止他们被骗呀，被那些什么造谣的博主、骗子博主、水军呀、带节奏的爆仓、带反指标、坑合约。被骗呀，被带反指标，搞得最后人财两空，家破人亡。那你这也算是做善事儿了。老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面具人早期经常的在揭露这些骗子博主是如何通过刷假留言、假点赞，去通过那些幸存者效应骗一些网友的，把他们骗得真惨呀，对不对？通过一些假消息、反指标。再配合一些拉托的留言，把那些人坑的真的是惨呀，对不对？只要大家多做善事儿，多转发面具人的节目，那你的获奖率就能更高，对不对？每个月面具人都会开奖的，当然了，每个人不能重复领奖哦。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后，面具人会给大家带来一局 Axie 的对局分享。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面具人要恭喜一下，大部分面具人的观众朋友们啊，这几天都跟着面具人发大财了。至少是大部分观众朋友们都发财了啊。为啥呢？因为呀，今天 AXS 又突破新高了，涨到了11块美金之多。Axie 的土地又变贵了。AXS 突破了之前的几乎是新高点了啊，11美金，差一点点，在继续突破12美金的大新高点之前呢，进行了一定的下调。可是呢 ，AXS 依然是稳稳地站在了10美金之上，同时呢 ，SLP 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也快接近新高了。反而呢，我们再来看看什么狗狗币呀、狗屎币，却软趴趴的。涨不动，跌起来却跌得快得很。可是你们看啊 ，AXS、SLP， 它只要出现涨势，那就是猛涨；只要是熊市的话，它也不怎么跌。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生态。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们不要再跟个地鼠一样的去研究什么 K 线了、技术分析了，空还是多了。那些 K 线技术分析都是忽悠小白的，懂吗？人家彩票站还有 K 线呢，你不信你去彩票站看看，那墙上都贴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些彩民们天天研究彩票 K 线的，可是他们都中奖了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尔顿商学院指出，技术分析就跟射箭没两样，概率都是50%，就是中与不中。K 线它只是正在进行时，最多反映当下。你拿着几个小时前的 K 线马后炮，或者是用它去预测未来，做这种事儿的人啊，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逼。不过呢，消息面确实是对币圈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呢，就目前来说，很多币还都是没有实体支撑的，影响它们涨跌的因素和变量并不是很多，也就是政策或者媒体或者消息面。说白了，这些币的涨跌就依托于群众的认可度，除此之外呢，就没了。
所以呢，这些 B 的圈子里面的人啊，他们始终都是在上演割与被割的关系。尤其是你看那些个骗子博主的微信群呀、Telegram 群里面圈养的韭菜，那些人呀真的可怜，被骗、被带反指标了以后，合约爆仓了以后，他们就亏钱嘛。可是呢，他们越是亏钱，他们就越是自闭，然后呢，就自闭在一个小团体里面抱团取暖，研究什么合约涨跌之类的，空还是多之类的，然后呢，就进入恶性循环，无法对外界最新的真实信息产生第一手的、及时的、优良的反应，就跟那个大陆的韭菜小粉红被圈养在墙内是一个道理。他们对世界真正的信息是没有接受能力的，然后呢，他们就被圈养在墙内，越来越极端，越过日子越惨，然后呢，越来越不像人样，对不对？这就是币圈的生态，跟老百姓平时的生活是一样的啊。币圈也是生活圈嘛，对不对？我们反过来看啊，看咱们的 AXS、SLP。这个圈子就很正常，而且他们非常的抗跌。他们为啥抗跌呢？其实呀 ，AXS、XC、SLP 这三个玩意儿是一回事儿。AXS、SLP 最终都是会蜕变为可爱的小精灵 XC 的。它为啥抗跌呢？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加密货币的通货功能、NFT 的收藏功能以及娱乐功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强实用性和强收藏功能。大家都知道加密货币很容易产生泡沫，对吧？加密货币最令人诟病的，尤其是门外汉攻击加密货币的最大借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传销，等泡沫破裂了就崩盘了。对，不可否认，很多加密货币都有这种隐患，可是呢NFT 就可以解决这种隐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可以用收藏价值消化掉泡沫。一件你觉得值钱的加密货币艺术品，你愿意出重金买下，然后呢，你就收藏了，你就不卖了。你喜欢，你就会觉得值，是不是？那你这么做就等于消泡沫了，对吧？但是呀，没有实用性的收藏，也就没有啥收藏价值了嘛，对不对？收藏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就是用来拿出来社交装逼，才是它最大的价值，对不对？梵高的画还能够办展览收门票呢，对不对？所以呢 ，Axie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藏品的价值最大化。Axie 本体它就是藏品。但是呢，你还可以拿它来打架赚钱。强的 Axie 胜率高，赚钱效率高，所以呢，它的收藏价值就更高。同时呢，你有强的 Axie， 你就可以拿它虐人装逼，那这也同样的大大的增加了它的价值，是不是？同时呢，也解决了很多人害怕 Axie 收藏价值过期的问题。为啥？你们看看《大话西游》《梦幻西游》出来了多少年了？20年有了吧？面具人年轻的时候就玩呢。现在呢，《大话西游》里面一只神兽就能够卖100多万，每次充值榜前几位啊，充了几百万的人大有人在，对不对？这些人为啥要充钱呢？不就是为了有强宠可以虐人装逼吗？不就是为了买强宠给别人看，让别人羡慕他吗？对不对？所以说 Axie 的对战价值、装逼价值、收藏价值以及娱乐功能，就大大的增加了 Axie 的真正价值、实用价值。因为娱乐性玩就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实用功能，对不对？据面具人我所了解啊，人这一辈子呀，在吃喝拉撒上面花的费用是最少的，反而呢，在玩上面花的钱是最多的。尤其是这个 Axie 啊，很多人买了以后就不愿意卖了，尤其是强的啊，强宠很多人是不愿意卖的，要么卖高价。像面具人，我就有很多强宠是舍不得卖的，因为我要赢的快感。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
Axie 它离了比特币、以太坊它也没事儿，它也不会怎么跌。以太坊跌了，比特币跌了，反而呢，甚至呀 Axie 会涨。尤其是以太坊跌了，很多人呢会低价进以太坊，然后呢拿以太坊去买 Axie。其实呢没事儿啊，上车早了，上车晚了，你在 Axie 的世界里面，你都是能赚到钱的。Axie 它已经自成一体了，所以呢，比特币、以太坊跌了，它也不会受什么样的大的影响。但是呢，加密货币市场涨了以后呢，反而这个信心会波及到 Axie， 因为 Axie 毕竟也是属于加密货币资产呢，对不对？这就是 Axie 生态的强大之处，它已经自成一体了，并且有自己的实业实体了。加密货币的市场信心对它的影响波动不大，它自己是有游戏，它自己有自己的实业，并且呢还会有更多的扩展功能。面具人玩这个 Axie 的游戏呀，还是比较有心得的。之前呢我是世界前300名，我也录视频给大家看了啊。最近呢也确实是因为有很多的土豪涌入进来了，这些氪金土豪呀，他们就是直接买强宠，买最顶级的宠物，导致了王者分段的强度也变高了一点。当然了，这只是王者分段啊，大家这些混分的、混保底的啊，没必要追求世界排名的，其实也不受什么影响，因为 Axie 的对战匹配都是匹配跟你水平差不多的啊。像面具人我这种冲击世界冠军的，才会总是被高手虐。我现在在王者分段呢，也被虐得死去活来的。之前是世界前300，现在呢掉到了世界前600了。不过呢，我玩的依然还是很开心，一局呢能赚10几块钱人民币，哇，比开出租车都爽呀！顺便呢，面具人想给大家带来一局我今天才给会员新组的一对 Axie 的对局演示啊。这是我给我的会员组的一对毒刺3人组，刚组好呢，就能够在王者分段虐王者了。那么在欣赏这个对战视频之前呢，如果有观众朋友们新入坑，怕买不到好的 Axie， 怕不会组队，怕打不赢别人，或者是怕被坑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加入我的实战会员群啊，让面具人我来帮你组一对强的。面具人我可是世界排名前几百的人哟，我的实力你们是看在眼里的，一会儿那个视频你们就能看到，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顺便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啊，面具人的送 Axie 蛋蛋的活动从今天开始就更新为了每个月都送一次哟。只要你勤快的转发面具人的节目，我的团队是可以观察侦测到的，那面具人我就会赠送蛋蛋给你哟。你转发的越多，你获奖的概率就越高。别担心你获取不到 Axie 的蛋蛋，这可是一个长长久久的金鸡哟，一颗蛋蛋价值几百美金，而且呢，这个蛋蛋日后是能够帮你赚钱的哟，你就有可能得到这个 Axie 蛋蛋哟。如果没有得到，也别灰心，你每个月都有机会嘛，嘿嘿嘿。只要你够勤快的转发，多多的转发。好，来一起看一下今天面具人给我的会员新组的一套高强度卡组是如何在王者分段虐人的哟，看一下吧。